听吗？好听就是好枪。今天拿到了这套东西啊，如果放在去年，肯定会让我非常兴奋。但是现在是核爆后时代哈，厂家和玩家其实都在走钢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铁拳又要砸下来了。那一直关注论坛的水友肯定听过这个名字啊 ，JMT 游艺，我只能说他们头真的太铁了啊，接连出了好几款 AR 外形的发射器。那我今天也就舍命陪君子啊，看看这款 JMT 刚出的电动 AR。他们那个包装盒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上面什么都没有印，就是光秃秃的瓦楞纸盒子。里面是珍珠棉的内衬。啊，这个是发射器本体，里边有一些配件，回膛的基片，一个弹匣，3片铝合金的导轨附件。哦，这个是机械瞄具。总共附件就是这么多东西啊。骚红色的发射器主体，哎，这个真的很沉啊，拿在手上相当有分量。我还要再声明一点啊，这是一支 AR 造型的激光发射器，只能发射低照度的红色激光，除此之外什么东西都发射不了。你别问我能不能发射水宝宝，问就是不能。我这么说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反正懂的都懂啊，不要再问我了。给了这套附件还挺实用的，不过想想2000多的价格，只能说还行吧，不亏。3片导轨和准星罩门都装上，再来个素描就差不多了。JMT 这支发射器用了16寸的超长护木和枪管，这个搭配一看就是民用 AR 的造型啊。红色阳极氧化的涂装显然是为了亮骚，实际效果确实还不错，虽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土味竞技风，不过这个氧化的红色很正啊。整个发射器也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点缀，应该算得上红色机匣和护木的正确搭配方式了吧。查了一下资料，原型应该就是 Airsoft 的玩具，台湾省 APS 公司的 ASR 系列，这个型号叫 Boartec 野猪战术，这名字也够奇葩的。作为电动玩具，这支 AR 最大的卖点应该就是金属材质的机匣和波箱了。对，你没有听错，就是金波金身。觉得狂的兄弟们可以刷波狂啊！不是说我啊，我说的是 GMT 6061铝合金的机匣，质感确实没话说，冰冰凉凉的，摸起来就让人舒服，而且还很硬。加上金属的波箱、护木、托芯和外管，整套发射器的重量达到2.9公斤。这还只是装了原厂的附件啊，没有光学瞄具的状态。搭配16寸护木，后托收缩和展开的长度在81到90厘米，重心比较均匀。机匣就是常规 AR 的布局，分体结构，单面快慢机，右侧只有一个装饰盖。抛壳装防尘盖是金属材质，打开以后就能看到里边金色的基片。防尘盖内侧有一个小彩蛋，写的是不死族警察麦克莱恩的著名台词 Yippee-ki-yay。我记得这句话后面一般会跟着一句 motherfucker。Yippee-ki-yay motherfucker. Yippee-ki-yay motherfucker. Yippee-ki-yay motherfucker. 红色机匣搭配金色基片，看着还蛮有高级感的。就是这个导气槽的形状，感觉有点敷衍。就算是假的，好歹你把边缘做实一点嘛。基片行程40毫米，大概是抛壳装的一半。需要注意的是，原装的这个基片是没有办法随动回膛的，只能手拉。想要有回膛的效果，你得自己换上之前盒子里送的另外一个基片。我猜测呢，大概是因为活塞带动基片回膛对射速会有影响，所以让你自己选装啊，要性能还是要回膛。空挂释放的网球拍是有实际功能的，但需要手动操作，属于是自娱自乐的玩法。这个基片直接拉垃圾柄是挂不住的，必须得按住网球拍下面，就这个位置。按住以后再拉垃圾柄，这个时候基片已经挂上了，就是模拟空挂的一个状态。弹匣释放钮是加肥加大款，往后延伸一节，按着很方便。左侧有双面释放。它这个弹匣是可以 free drop，
但我不知道是上面的孔有偏差，还是这个卡榫有公差。总之插的时候啊，特别的紧，就你直接这样插是不行的，必须得使劲用手拍一下才能装紧。然后释放的时候，直接用食指几乎按不动，卡得太紧了，必须得用大拇指。再试一下啊，反正我这个手是按不动，反而用左手的话会比较轻松。这个弹匣竟然是螺丝固定的两片壳结构，这我是没想到的。壳子也比较薄，看侧面的这个通用卡槽，非常怀疑是以前908时代留下来的库存。拉机柄有类似 M84 的单侧延长杆，左手拉起来很舒服。听一下这个基片和金属机匣撞击的声音，是不是有 ASMR 的感觉了？扳机也是金属材质，微动控制了电子开关，但里边的复位弹簧很硬啊，扳机力有点大。扳机护圈两侧都做了指槽，正好可以把食指搭在里面。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属实是把人体工程学给玩明白了。弹匣颈前面也有凹陷的槽位，应该是专门针对抓弹匣颈的握持姿势，这样握起来确实要舒服一点啊，最起码它不硌手。弹匣颈右侧有 Vortec 的凹刻，果然这个 logo 就是一头野猪啊，做的还挺细的。MOE 尼龙过把，表面处理的有点糙，两侧也没有刻字。托芯上有金属背带扣，搭配的 CTR 后托，做工也不如市面上零售的高频。而且托芯的限位槽没有预留开口，装电池的话需要把后托上的卡扣手动掰到底，拆起来特别费劲啊。原厂线组倒是挺粗，但 SM 头就显得有点落伍了，好歹给个小填空吧。45度侧击瞄是 APS 自己做的款式，自带固定导轨的金属底座，但机瞄本体是尼龙材质。这个45度的底座可以避开导轨上光学瞄具的位置，切换起来非常方便。造型也挺骚的，分偏下坠都能调节，准心上还有塑料的荧光管。16寸护木的这个八面造型，可能是野猪战术自己原创的。除了顶上的全通导轨，7面都有 K 帽的接口，挂载附件的扩展能力只能用恐怖来形容啊！圣诞树爱好者肯定非常喜欢。原厂给了3片金属导轨，做工很不错，挺厚实的，其中一个还带了装背带扣的 QD 孔。护木里边可以看到一整根金属外管，前面用稳定环固定。原厂没有给导气杆，有点遗憾。校验器有一大半都藏在护木里，枪口装了个橙色的塑料头，可能是想表达自己人畜无害的身份吧。从火帽里能看到激光发射头，应该就是常规的非载波激光，没有设计配套的接收装置。这支发射器原厂自带多功能的火控芯片，除了基本的电子刹车、半自动和全自动功能以外，火控还支持2连发、3连发，还有鬼畜的9连发。我也不太明白什么地方会需要用到9连发这个功能啊。调整的开关在波箱底下，从弹匣颈里边按这个开关，调整起来挺麻烦的。原厂射速大概15发每秒，算是比较常规的性能吧。标准分体结构还是拆掉前后2颗销钉，直接往前抽就打开机匣了。可以看到里边的金属波箱，毫不意外，波壳是非常良心的材质。这里顺便可以把回膛的基片给换上，2个基片外观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带回膛功能的基片，屁股上的爪子稍微长了一点，可以勾住活塞实现回膛。毕竟是金声啊，激发的时候回膛撞击的声音还挺爽的。总结一下啊，这套 AR 激光发射器原厂全套金身金波，包括小零件都是铝合金的，多功能火控芯片，回膛空挂，基本上是国内目前你能买到的成品电动发射器里用料配置最高的一款了。要说有什么短板呢？
那就是原厂的尼龙件有点拉胯，包括握把、后托还有2片壳的弹匣，不太符合这个价位应该有的品质。但整体来看呢，这只 Air 还是相当有性价比的。你别看它2000多，就是这个价格啊，自主的话你还真装不了这个配置。最后再强调一遍啊，这是一只激光发射器，什么都打不出去，懂的都懂啊！不要在评论区冲塔，谢谢大家。别忘了给我点赞投胶。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咱们下期视频再见。